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3月28日星期五，佛历4月下15，万象晴，22到37摄氏度。今天是佛日，提醒各位听众别忘礼佛，祝愿大家都能积功德、结善缘、得福报。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36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6基普，跌幅0.03%。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25.6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0.09基普，涨幅0.01%。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05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103.93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4.7点，涨幅0.43%。开盘1099.23点，最高1108.92点，最低1098.48点。成交量392600股，成交金额5亿1974万70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360基普，交易量39万0300股，其次是老挝电力和马哈腾。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360基普，交易额5亿1609万6000基普。其次是老挝电力和浦西开发。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211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51万基普，涨幅1.61%。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3月26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62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92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64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总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在海南会晤。3月26日，总理宋塞西潘敦在中国海南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此次会晤是在老挝总理率团出席202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举行的。宋塞总理对中方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祝贺中国全国两会成功召开及博鳌论坛取得丰硕成果。他强调，博鳌论坛是促进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有助于推动经济互联互通。会谈中，双方高度评价两国在政治安全、经贸投资、铁路建设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成果，同意继续推进贸易、旅游、中老铁路项目等潜力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宋塞特别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支持，尤其是在老挝担任202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提供的经济金融援助。丁薛祥副总理欢迎老挝代表团出席博鳌论坛，认为此访将进一步巩固双方传统友谊，推动中老关系迈向更高水平。2. 甘蒙省塔区市桥梁施工区发现古代佛像。3月27日，在甘蒙省塔区市西科达邦佛塔北侧道路施工过程中，工人挖掘出14尊古代佛像，这些佛像包括6尊完整的银像、1尊金像以及7尊不完整的银像。目前，这些佛像已被妥善保管在西科达邦佛塔的主殿内。此次发现引起了当地文化部门和佛教界的高度重视。这些佛像的出土为研究老挝古代佛教艺术和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相关部门表示，将对这些文物进行进一步鉴定和保护工作。3. 第二届老挝韩国科学实验展在万象中学举行。3月26日，万象中学成功举办第二届老挝韩国科学实验展。老挝教育与体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洛伊坎赞塔布里，韩国驻老挝大使馆顾问李东玉，韩国仁川市教育厅厅长沈贤模，万象市教育与体育厅厅长宋鹏孙达拉等嘉宾出席活动。万象中学校长通潘乌来通表示，
此次活动是仁川市教育厅第2次选择该校作为主办地，旨在通过实践性科学实验激发学生对科学与环境的学习兴趣，培养其分析思维能力，并促进师生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洛伊坎站塔布里司长指出，该展览是两国教育科技合作的成功典范，不仅提升了学生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兴趣，更为两国青少年提供了知识、经验与文化互鉴的平台。4. 老挝警方开展打击人口贩卖宣传活动。3月18日至25日，老挝打击人口贩卖警察总局在5个重点区域开展反人口贩卖危害宣传活动，包括太老第一友谊大桥、中老铁路万象站、北部汽车站、南部汽车站以及外交部领事司。此次活动是落实该局2025年度工作计划的重要举措，通过揭示人口贩卖的危害性、影响及犯罪手段，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宣传内容涵盖强迫劳动、强迫卖淫、骗婚、伪造证件等违法形式，并通过问答互动形式向参与群众普及识别和防范人口贩卖的知识。警方指出，贫困、低教育水平和高失业率是导致人口贩卖犯罪的主要诱因，许多受害者因经济困境落入犯罪团伙陷阱。当局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共同参与预防人口贩卖工作。5. 越南驻老大使访问川矿省共商深化合作。3月26日，越南驻老挝大使阮明德率团访问川矿省，与省长奔占希翁潘举行工作会谈。此次访问旨在落实两国全面合作关系，推动越老传统友谊向多领域纵深发展。阮明德大使表示，越南将继续为老挝干部提供短期培训支持，重点涵盖宣传工作、监察工作和国际合作等领域。同时，越方将加强两国在国防安全、跨国犯罪和禁毒领域的协作，并鼓励更多越南企业赴老挝，特别是川矿省投资兴业。奔占希翁潘省长介绍了川矿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双方还就道路升级、农村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未来合作方向交换意见。访问期间，代表团实地考察了由越南政府援建的川矿省彭沙湾学校，并收集了后续援助需求的一线资料。6. 安联洗护系统公司拟在东盟开设300家分店。全球商用洗衣设备领导者安联洗护系统公司近日公布2025年东盟市场拓展战略，计划通过创新种子门店模式，在越南、印尼、菲律宾和柬埔寨4大重点市场新增300家门店，目标夺取70%市场份额，同时将泰国春武里府打造为区域研发中心。公司指出，随着东南亚旅游业强劲复苏，2025年自助洗衣行业将迎来显著增长。此次战略聚焦快速发展的越南、印尼等新兴市场，这些地区正加速商用洗衣设备工业化进程。7. 占巴塞省计划投资厅举办家庭商品展销活动。3月26日，老挝占巴塞省计划投资厅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开展家庭商品展销活动，现场展示和销售30余种家庭自产商品，总交易额达1050万基普。展销商品包括农产品、手工艺品等家庭自产物品，为党员干部职工家庭创造了增收机会。该活动不仅推动了自主经济发展，也为党员干部职工家庭开展商品生产提供了示范。8. 湄公河摩托艇倾覆事故致1人死亡。3月25日晚9点30分，老挝占巴塞省孔县洛巴迪康村发生一起严重水上事故，一艘载有6人的 5.5 马力本田牌摩托艇在驶离码头约300米处触礁倾覆，造成一名53岁农妇不幸溺亡。据孔县公安指挥部副指挥通坤塞萨瓦介绍，事发时该艇正从洛巴迪康村前往顿萨洪村去观看戏剧表演，遇难者为巴瑟市贾桑村村民，其遗体已于事后寻获并移交家属，其余5名乘客均已获救。孔县党委和政府已组织工作组慰问遇难者家属。县委书记西提彭布提旺指出，事发河段暗礁密布，水流湍急，已多次提醒村民夜间航行需格外谨慎，缺乏经验者应避免夜航。
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